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深夜听书小电台。今晚想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叫《我胆小如鼠》。有没有人从小就被说过，你怎么这么软弱？在学校里，有个同学当众嘲笑你，说了很难听的话，你想反击，话已经到了嘴边，但你看了看周围的人，看了看他的样子，然后你把那句话咽了回去，你什么都没说。事后你在心里演练了100遍，如果当时你是怎么说的，他会怎么样，你会赢得多漂亮。但那一刻你没有，你退缩了，然后你就一直记着那件事，记了很多年。不是因为他伤害了你，而是因为你伤害了自己。你觉得自己懦弱，你觉得自己不够好，你觉得如果你再勇敢一点，事情就不会是这样。今晚要讲的这本书就是关于这种感觉的，关于一个从小被叫做胆小如鼠的男孩，他叫杨高，关于他的父亲，一个规规矩矩的司机，关于他们2个人在一个奖励凶悍、惩罚善良的世界里如何活着。这本书的作者是余华，写《活着》的那个余华，写《许三观卖血记》的那个余华。但我胆小如鼠不一样，这是余华自己说的，这是他的自传。他说，我曾是千千万万个敏感怯懦的孩子中的一个，这是我们共同的自传。他小时候，哥哥是那种敢打架、敢闯祸的孩子，朋友多，胆子大，而余华是那种循规蹈矩，从来不惹麻烦的孩子。有一次，哥哥带他出去玩，玩到兴头上，把他忘在外面了。天黑了，余华一个人摸索着往家走，他心里怕，但他没有哭，没有叫，就那么一步一步走回了家。后来他说，那段在黑暗里独自回家的路，在他记忆里扎了很深的根。那种恐惧和那种不敢表达恐惧的感觉，他一直没有忘记，所以他写了这本书。他说，胆小不是一种缺点，胆小是一种敏感。那么，这个胆小如鼠的故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？故事的主角叫杨高，名字叫杨高，但2个字拆开来，谐音是羊羔。余华给他起这个名字不是巧合，羊羔温顺、听话、不伤人，这就是羊羔。从小到大，他都是那种让大人放心的孩子，不捣乱，不撒谎，说什么听什么。老师喜欢他，父母放心他，街坊邻居说他是个好孩子。但有一个人一直看他不顺眼，他叫吕前进。从小和杨高同学，后来又进了同一个厂。吕前进是那种完全相反的人，好吃懒做，撒泼耍横，什么规矩都不守。但他有一样本事，就是会欺负人。他知道哪些人可以欺负，哪些人不能碰。而杨高在他眼里是最好欺负的那一个。书里有个场景就从这里开始，那是上小学的时候，语文课上，老师在讲成语，讲到胆小如鼠这个词，老师环顾了一下教室说，什么叫胆小如鼠？就是说一个人胆子小得像老鼠一样。比如，他的目光在教室里扫了一圈，然后停在了杨高身上。比如杨高教室里哄堂大笑，杨高坐在那里，脸上沾着老师讲课时喷出来的唾沫，还没擦干。他没有动，他只是低下头，听着周围的笑声，一声一声落在他身上。从那天起，胆小如鼠这个词就像一个标签贴在了他身上。同学们叫他，路上遇到的人叫他，连吕前进也开始叫他这个词。杨高没有反驳，有时候他甚至会点头说，对，我就是胆小。他以为承认了就不会那么痛了，但没有用，因为那些人不是要他承认，他们要的是他一次次的蜷缩，一次次的退让，一次次的证明他们可以随意踩他而不会有任何代价。杨高的父亲和他很像，是个卡车司机，老实本分，从来不惹事。他开车的时候有一个习惯，就是开得很稳很慢，从来不抢道，从来不闯灯。有时候同事笑他，
说：“你开车怎么这么磨蹭，不敢超速吗？”他只是笑笑说：“安全最重要。”那个年代，工厂里的工人分2种，一种是像杨高父亲这样的人，守规矩，老实干活，靠本事吃饭；一种是像吕前进这样的人，不靠本事，靠横。吕前进在厂里是出了名的刺头，他不好好干活，但他敢闹。涨工资，他去厂长办公室撒泼，拍桌子，骂人，结果工资真的涨了。分房子，他去厂长家门口闹，不走，结果房子真的分到了。而杨高的父亲老老实实干了那么多年，工资没多少，房子也没有，他只是认为只要把活干好就够了。他相信这个世界是公平的，但世界不是公平的。杨高后来长大了，也进了厂，成了一名清洁工，而吕前进也进了同一个厂，成了钳工。2个人的工种不一样，但吕前进对杨高的态度从来没变过。在厂里，他经常当着其他工人的面叫杨高胆小鬼，让他做这做那，像指使一个下人。杨高都忍了，他告诉自己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他告诉自己这份工作挺好的，工资够用，清静。他给自己找了很多理由，把那些屈辱一件一件往心里压，压着压着，他以为自己习惯了。但有一天，他父亲出事了。那天，父亲在路上开车，遇到了一群人。那群人是吕前进和厂里几个人搭着一辆拖拉机，正好从对面过来。他们认出了杨高的父亲，然后他们开始嘲笑他，隔着车窗冲他喊胆小鬼。父亲没有理他们，继续开车。但那些人不罢休，拖拉机越开越近，逼着他的车。父亲的手握着方向盘，很紧很紧。他一直被人叫胆小，一直忍，一直让。那一刻，他忍够了，他闭上了眼睛，然后他踩下了油门。他的卡车和那辆拖拉机迎头相撞，父亲死了，那群人也有人死了，有人重伤。杨高得到消息的时候，正在厂里扫地，有人跑来告诉他说，你父亲出事了。他放下扫帚，走出厂门，去了事故现场。他看见了父亲的车撞得面目全非，他站在那里看了很久。他想起父亲开车的样子，那么稳，那么慢，那么认真地遵守每一个规则。那个从来不闯灯，从来不抢道的父亲，那个被人叫了一辈子胆小的父亲，最后用那种方式证明了他不胆小，但那个代价太重了。父亲死后，杨高继续上班，继续扫地，继续忍着吕前进的嘲笑。表面上什么都没变，但他心里有什么东西开始慢慢松动。他开始想一件事，父亲这么老实，这么忍让，一辈子都守规矩，最后得到了什么？什么都没有。没有房子，没有高工资，没有尊重，没有公平，有的只是一辈子的嘲笑和最后那一刻的撞击。而吕前进呢？吕前进撒泼耍横，欺负弱小，什么坏事都做过，但他过得怎么样？有工作，有房子，在厂里说一不二，没有人敢惹他。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杨高在心里问了自己这个问题很久很久。书里有一段是他一个人坐在房间里的场景，他看着窗外，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，他们都那么理直气壮地走着，那么大声地说话，那么放肆地占据着空间，而他缩在那个小房间里，像一只老鼠，缩在角落里。那一刻，他决定了，他要去找吕前进。他找出了一把斧头，擦了擦，攥在手里。他想，父亲用一辈子忍让证明的东西，他不要再忍了。然后他走出了门，但接下来发生的事让这个故事变成了另一种模样。杨高拿着斧头走在街上，路上有人认出了他，开始跟着他走。有人喊杨高要去劈人了，然后越来越多的人跟上来，像看热闹一样
跟在他后面。有人笑，有人起哄，有人还在旁边评头论足。杨高走着，脚步越来越慢，他听见后面的笑声和从前没什么两样，还是那些熟悉的声音，还是那种熟悉的嘲弄。终于他走到了吕前进面前，吕前进站在那里看着他，看着他手里的斧头，然后吕前进笑了。那个笑让杨高愣了一下，他突然注意到吕前进脖子上有几颗红色的痘，他就盯着那几颗痘盯了很久。他想起了很多事，小时候吕前进也帮他打过架，骂过欺负他的人，他们曾经是朋友。那把斧头他没有劈下去，最后他给了吕前进一巴掌，然后吕前进把他打了一顿。打完，吕前进走了，那些看热闹的人也散了。杨高坐在地上摸了摸被打肿的脸，故事就这么结束了。没有逆袭，没有复仇成功，没有痛快淋漓的胜利，只有一个被打肿了脸的男人坐在地上。书里有个问题，余华没有正面回答，但他把这个问题藏在了整个故事里。胆小到底是不是一种罪？杨高一直被人叫胆小如鼠，他的父亲也是。但你仔细看，他们真的胆小吗？杨高的父亲忍了一辈子，但到最后他选择闭上眼睛踩下油门。那一刻他不胆小，他只是用那种极端的方式做了唯一一件让他觉得自己还是个人的事。而杨高拿着斧头走出门，走那么长的路，走到吕前进面前，他也不胆小，他只是在最后一刻选择了不变成吕前进。书里有个细节让人久久回味，余华写老鼠这种动物人人喊打，觉得它胆小，但那些被老鼠咬过的人，被老鼠带来的疾病吓过的人，他们才知道老鼠从来不是胆小的动物，只是它的方式不是撕咬，不是嘶吼，而是默默地在黑暗里做它自己的事。胆小从来不是真的胆小，那只是外面的人给不够凶狠的人贴的标签，用来说你看你这么弱，你活该被欺负。但世界真的是这样吗？吕前进那套逻辑，胆小的怕胆大的，胆大的怕不要命的，饿死胆小的，撑死胆大的，这套逻辑在那个世界里好像是对的。他撒泼，他横行，他得到了工资，得到了房子，得到了别人的退让。但书的最后，余华没有让这套逻辑赢得太漂亮，因为那天夜里，吕前进在雨里独自走路，被人从背后抱住，他吓得大叫，我是男人，我是男人，然后仓皇而逃。那个在所有人面前横行霸道的人，一个人在黑暗里也是怕的。他只是比杨高更早学会了把那种怕藏起来，然后用横把别人的怕逼出来。这不是勇敢，这只是另一种形式的懦弱。窗外的天已经接近黎明了，这个故事里没有英雄，没有人真正赢了，但有一件事杨高没有做到，却又真实发生了。他走出了那扇门，带着那把斧头，带着那些积压了多年的委屈，他走出去了。不管最后有没有劈下去，他迈出了那一步。那一步对他来说或许已经足够了。不是每一次反抗都能赢，不是每一个胆小的人都能在最后时刻变成勇士，但那并不代表他们一直在输。有时候能在那个世界里守住自己的那点善良，守住自己那点不愿意变成另一种人的坚持，就已经很不容易了。余华说，胆小孕育出了敏感，敏感让他成了一个作家。或许那些被叫做胆小的人，只是感受得更深，看得更清。他们知道那些刀砍下去之后会痛，所以他们不愿意轻易去砍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如果我胆小如鼠也触动了你，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感受。晚安，愿你的善良不必以受伤为代价。